Hello，大家好，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最近感觉自己好像被夺舍了一样，每天不是在想怎么整活，就是在整活，以至于自己都差点忘了我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游戏区的知识型 UP 主。好好看了下最近的更新记录，开盒，瞎鸡巴聊，开盒，瞎鸡巴聊，开盒加瞎鸡巴聊，6，以至于上一次的卡组构筑讲解都已经是1个月前的事儿了。好在还是比我们的杂谈祖师爷 Sin， 他上一次更新是快10年前，还是要频率高那么一些。为了表示我还是个正经的知识型博主，也表明下我最近确实没有闲着，也在正经研究卡组，所以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期我回归本心之作——佩罗纳的卡组构筑精讲。佩罗纳是我第一个讲解的领袖，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名角色。领袖时我也曾多次的研究他，但是环境太快，佩罗纳整体节奏又偏慢，又十分的吃后手，所以虽然环境初期偶有上位成绩，但是等大家都研究明白了，他也就消失了。但是进入零七环境之后，反而是一个佩罗纳舒服一些的环境了。首先是零七环境整体偏慢，中速卡组变多，佩罗纳能比较舒服的进入后期。然后是相较于佩罗纳比较害怕的黄色，佩罗纳在面对安妮路时，不会像面对卡2时那么无力，而卡2基本现在都已经见不到了。最后是黑色还有绿色的2波补强，佩罗纳都是吃到了的。并且在采用和之国州之后，佩罗纳也不会像06时那么的吃后手了。我认为现在的佩罗纳先后都有一战之力，甚至有时我还希望先手。以上几个先决条件，再结合我最近几周佩罗纳的实战体验，希望能够为大家带来启发和帮助。新朋友、老朋友，大家都系好安全带，咱们这就发车了。如果你喜欢这种超详细的卡组精讲，希望能给 UP 个3连支持一下，小的感激不尽。如果你认为有遗漏或者思路不一样的地方，也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留言讨论。首先说下为什么要在这个环境选择佩罗纳。关注我的老粉应该知道，我对佩罗纳的评价是55开任何卡组的天选之女，而07环境的佩罗纳可以说是把这个情况更加的贯彻了下来。面对环境内的主流卡组，佩罗纳可以说都有一战之力，甚至普遍认为黑色会裂开黄黑路飞的情况，在佩罗纳这里其实也就是还好，并不是完全不能打，不会出现陆棋那种完全裂开的情况。关于这一点呢，大家先别急着反驳我，稍后呢我会详细说明。当前环境的佩罗纳，在我的思路中依然是贯彻06的前期解后期控的一个整体的打法思路。前期利用好自己的领袖技能，确保对方的场上没有角色战场，同时适当消耗对方的手牌和血量。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血量。进入中后期之后，通过连续登场大角色返场，然后几个回合拿下比赛的胜利。整体思路呢就是如此，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佩罗纳来讲，血量其实比手牌更重要。所以除了有特别要防的牌，比如涅槃这种的，一般如果只需要1张手牌就可以保护的血量，咱们尽量要保一下。因为只有拥有更多的血量，在后期通过大怪返场的环节才能拥有更高的容错。虽然听起来很简单，但是说实话，佩罗纳比陆棋这种纯粹以解场为主的领袖需要更高的练习成本。你非常需要去熟悉各个环境下的最优解，这点其实是非常难做到的。所以虽然佩罗纳这名领袖很中庸，但是说实话，只适合那些更愿意思考、愿意计算的牌手。不过这也说明佩罗纳是名非常适合大家去精进自己牌技的领袖。07的佩罗纳呢，其实是一名很割裂的领袖。主流的佩罗纳目前均是以和之国轴为主，而这其实也就是佩罗纳割裂的原因，很像现在的波妮。波妮整体一般会采用超新星为底轴，配以针对环境的大哥，算是个绿 box 卡组。佩罗纳其实也差不多，底轴虽然采用和之国，但是其他单卡的选择上可以说是跟和之国一点关系没有，所以佩罗纳应该算是绿黑 box 卡组。我也会针对不同的环境为大家推荐适合的单卡，方便大家根据自己的当地环境做出适当的部署。先讲解下底轴和之国轴。和之国轴在这套牌中主要的作用是前期的控场和整套卡组流畅度的润滑剂。和之国在07获得了小玉，1B获得了光月日和，这2张牌都能很好的配合01的成为我的武士这张强力过牌卡，能做到不亏牌的检索和战场。具体的 combo 呢，就是1费登场小玉检索1张，4费登场日和，再1费发动武士休息小玉和日和，日和把自己炸了，登场1个角色，然后抓1。虽然这套 combo 没有转卡，你的手牌是5张，打完这套 combo 还是5张，但其实最主要的作用是你的牌库瞬间压缩了4张。赤犬领袖技能的丢1抽1虽然也没有转卡，但是它能压缩牌库，相当于从20张里选择了10张卡用，这么一看是不是就很强了？并且虽然手牌数量没有增加，但是增加了墓地啊。搭配上莫利亚这利用墓地的能力，可以说又是别有一番风味。
和之国轴目前除了小玉，光月桃之助也是一张检索牌，这使得和之国总计有8张检索牌。而你看穿牌库其实只要7次检索，并且因为现在环境速度较慢，在实战中经常会出现过一轮的情况，再配上和之国轴快速的过牌，基本可以做到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这也是这套牌需要大量练习的又一个原因。这里介绍下和之国轴的取舍。首先呢是4个小玉，4个桃之助，4个成为我的武士，具体作用已经介绍过了，不再赘述。然后呢是4个龙马，作为最契合佩洛娜技能的角色，又是和之国本家，我想没有不带满的理由。2000边上选择的是乙藏，绝对不是因为它是除了小玉以外唯一的2000边了。它的作用主要有2个，一个是因为小玉经常需要登场，所以其实不太能算一个纯粹的2000边。另一个呢就是当前环境内五费阻挡较多，比如萨博和基德，搭配领袖技能可以直接过墙，还是很好用的，并且因为有武士的存在，登场了也不能说纯亏，还是不错的。接下来呢是2张光月日和，为什么是2张呢？其实就是够用了，在6费时使用一次，剩下的时候基本都是被莫利亚叫出来反复鞭尸，能拿来为武士的东西很多，不一定非得是它。最后我选择2张双攻流放的大河，也有选择山猪的，我说一下我的理解哈。首先，除了4费准时用日和跳个5出来，大部分时候日和其实都是在跳龙马，不过也不能不下5，不然日和的技能相当于天然削弱了，总感觉有点亏。而选择大河是因为佩洛娜前期经常会把公品打在角色上，很有可能来不及碰血，而这个时候对手的手牌往往会被消耗很多。莫利亚拉个日和变个大河，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佩洛娜前期缺少的公品，基本上能做到一脚奠定胜局。另外一点呢，北京环境内呢黄色很多，这张大河打黄色可是太好使了，当然也包括横黑路飞。4费跳出来，我甚至下回合都会直接一脚9000就打上去了，打不到也要你3张手牌，也算是偶尔有个变速的资本。当然，如果你所在的地区红子罗多的话，我建议还是山猪，7000的压制力对于红子罗来说还是强的。和之国轴的部分呢，大体就是这样。当然，如果你不喜欢这些5费人，放弃投入，选择再加入2张日和，我认为也是可以的。具体呢就看自己的选择了。说完和之国的部分呢，说下其他我认为必要的单卡以及取舍。首先，我认为黑色毋庸置疑必下满的卡，8费的莫利亚。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哪个黑色卡组不带满的单卡。在这套牌中也有相当多的 combo 可以配合，如果不下满呢，我甚至建议可以不玩黑色。除了现在实在是太贵了，我真找不到任何的缺点。如果玩黑色的话，建议咬咬牙还是收4个吧。之后呢，说下其他的2000边。我的选择呢是4个贺奶奶加2个独角士兵。这2张的作用其实都差不多，都是帮助我们把技能的斩杀线提高到6费和7费，甚至因为有了日和的加入，后手配合莫利亚拉出来加日和或者独角士兵，可以说是相当于稳定在8费返场一个6000一个9000，并且处理7费时登场的6费或者7费角色，十分的好用。当然这些牌呢也都是可以作为武士的狗粮，这里我就不过多赘述了。阻挡者上我选择的是3张黄猿4个萨博。萨博能帮助过牌的同时，还有个1轮的防 K buff， 实在是太关键了。至于要不要下4，就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和环境内黑色多不多去取舍了，但是我建议至少2。黄猿呢，则是我认为除了内战都还挺好用的阻挡者，前期呢能很好的帮助佩洛娜节省手牌的盾值，还能被莫利亚拉出来，打黑色黄色不会被 KO， 被重力刀了也不是很心疼。没带4呢，是因为4费的节奏点有点太多了。着重介绍一个冷门卡，是我最近翻卡表的时候翻到的一个，就是这个贝鲁梅尔，一张02的 UC 卡，吃了入坑晚的亏，没早点发现它真是太亏了。虽然是减1费有点一般，但是它是启动主要横置自己，如果对方不解，就相当于是一个小的海军总部，同时呢还能给头加1000，能很好的帮助解5费基德，登场减基德1费，然后用领袖技能横置6000打一脚基德。如果对手交边了，就用龙马 KO， 没交呢就上黄猿，十分的方便，真的很推荐大家这张单卡。减费事件呢，我只带了一张冰河时代，具体原因呢稍后马上说明。剩下的就是大哥的选择了。我的选择是一张 SEC 萨博，2张司徒西，还有3张大明哥。大明哥是我曾经一直很追捧的一张绿色单卡，06时我曾一度放弃，是因为版本节奏实在太快了。而在这个整体变慢速的环境，大明哥我认为可以冲出江湖了。前期解，后期锁。一般你要能做到2个明哥连拍，90%的对局你都拿下了。所以冰河时代这张虽然减了很多，但确实亏手的减费，我就只带了1张，以备不时之需。大明哥的投入也是为什么我说佩洛娜打路飞还有一定的可打性的原因。本来路飞公平就不够，你很容易做到拍2个明哥直接就给他送走了。
当然这里也有个打路飞的小技巧哈，因为你前期是不碰路飞的血嘛，它是否能快速启动，其实主要是看手里的两件边多不多，这就会消耗它很多的防御数值。然后呢，就是它启动之后，如果是9000头零血，可以先不碰它，让他的萨博不能安心去墓地，无法很快的刷莫利亚。之后呢，连排民歌，稍微攒攒公品就可以一波送走了。一个萨博主要就是为了应对红子罗了。实际体验下来，因为前期有龙马，对红子罗的抗性基本算不错了。8费上一个萨博，基本就能足够奠定胜局了，故没有投入太多。斯图西就是很干脆的为了打艾尼路的艾斯和大河了，同时还不会像莫利亚被卡尔解掉。打艾尼路很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要控凉血，占大哥，然后呢推2波带走。因为艾斯的整体压制力，说实话真的是不如石马，他打了你就用明格锁他，不打呢咱没掉血，直接斯图西也要不亏。并且因为这套牌里有大量的一费功能牌可以喂斯图西，所以不太担心斯图西的 cost。 以上呢也就是我的完整构筑了。还是我常说的，构筑是死的，人是活的，找到自己最舒服的构筑最重要。这里也依然会为大家推荐些可以替换的单卡，以及替换哪张和具体用法。有需要的朋友呢，咱们也不要走开。首先是2费的枸杞鹅，可以替换贝鲁梅尔。枸杞鹅的作用呢，简单粗暴，就是加快过牌，并且因为现在有了武士的存在，对方如果不解它，你每回都有一个狗粮，解了则是又过一次。因为别的狗粮对方解起来没什么心理负担，枸杞鹅则是能恶心一下对手，嘿嘿，我好坏。然后就是8费藤虎，藤虎能极大程度的增加你对艾尼路的胜率，如果能扔到2张关键大哥，那一定是爽之又爽。同时它的减费光环呢，能很好的配合领袖技能和 SEC 萨博。我的浅薄理解是，如果你想多下 SEC 萨博，那藤虎一定是要增加的，可以替换的就是大明哥，走标准的解场思路。如果你的环境内红子罗特别多，那就可以投入这张6费的克里克 K 俩休息4还有双攻，简直就是对红子罗保局。不过说实话，打其他领袖就有点一般般了，算是张环境对策卡。小青雉呢也可以投入1至2张，但是因为现在的环境里解4的手段太多了，实在是难站得住。而且即使面对不能解场的领袖，如果不是前期登场，也基本没有什么用，还会跟4费的龙马或者黄猿抢节奏，还没有边很卡手，但是确实厉害。如果有位置呢，可以投入。然后就是9锁了，9锁就是很干脆的对黄保局，但是打其他领袖真没什么用。更何况我还下双攻流放大河，前期就有了找黄黑路飞和艾尼路要手牌的能力。9费索隆下场的那个回合，下轮一定会挨揍一轮，所以如果你在的地区艾尼路和黄黑路飞很多的话，则十分建议投入，反之则十分不建议，不如连排敏哥。最后呢是10费大青雉，10费准时强无敌，10费以外马麦皮，只建议下1赌1手。至此呢，卡组构筑和备选单卡呢就给大家介绍完了。因为佩罗娜打其他领袖思路都差不多，也就不着重介绍了。大家呢还是要多多练习，因为佩罗娜的 combo 很多，并且都是灵活辨识，还是很需要去实战体验的。回头大家也可以把自己认为合适的佩罗娜构筑发在评论区里，大家一起讨论。当然也可以加入我的群聊哈，我不写稿、不吃饭、不打比赛、不睡觉的时候呢，也会在群里跟大家吹吹牛逼的。这里呢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求个3连支持一波，咱们下个视频再见。